满满一冰箱的东西还没吃就扔了，真的好可惜。到了苏黎世，机场好安静，居然不要。机场好安静，居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出去口罩都用不上，感觉安静的有点恐怖，就感觉自己好像走错地方了一样。这个 lounge 是我见过最安静的。这地方分3个区域，一个是餐厅，一个是这个休息区，还有一个现在是这个是工作区。我感觉我现在这个音量说话，隔壁2个区域人都可以听得非常清楚。哦对，忘记说了，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五，现在是等下一班航班转机去香港，然后回深圳。特殊时期回国其实也是没办法。首先要声明一下，我这次离开伦敦并不是所谓的这个逃难，我的这个机票是早就订好的，是去年12月份就订好的，3月6号，伦敦到香港，最近2个星期一直在犹豫要不要把这个行程取消或者推迟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 last minute 的决定就是照原计划，毕竟现在家人还在国内，我觉得既然现在中国除了湖北以外的地区，疫情控制的还是相当的不错，这个时候回国除了生活可能不方便一点的话，没有太大的风险。当然那个长途飞机上面还是要注意保护一下，万一把这个病毒从国外带回国了，这个就对不起大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我现在这个全副武装，口罩，然后那个我之前买的这个装修用的那种护目镜，还有包里有一堆一次性的那个酒精湿巾。我打算在飞机上除了吃饭的时候，其他都全程戴着口罩。那么现在这个 lounge 里面，你看我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人，所以相对比较安全吧。还有20分钟起飞啊，我们一会儿见。感觉这里工作人员比乘客多好几倍。343，这个飞机估计不会再飞太久了。其实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出来，乘客中大部分都还是没有戴口罩的。我用他们给我擦手的毛巾，把座椅周围最容易接触到的表面都先擦了一遍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娱乐系统的遥控器上面有液体的痕迹，他们可能是在周转的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消毒处理，不过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决定自己动手。最近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，很多人对坐飞机会非常恐惧。一般他们认为飞机是一个密闭的空间，空气不停地在内部循环，所以被感染的风险会非常大。首先呢，目前人类的交通工具基本只有飞船和潜艇可以达到完全密封，而民用客机上面我们所说的空调，跟地面上的空调工作原理还真的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。具体细节呢就不在这里说了，有兴趣的可以查阅一下相关资料。给大家一个简单的问题思考一下：飞机上200-300人，饭饱酒足以后，难道大家都约好了把屁憋到地面再放吗？自从2月8号香港卫生署发布了针对部分入境旅客的14天隔离措施以来呢，有一些大陆同胞把这件事情过度解读，认为持大陆护照在香港过境最多只能停留7天，
所以这相当于全面禁止大陆人士过境。事实上，这个强制隔离的要求只是针对过去14天内在中国大陆、伊朗、韩国或者意大利北部逗留过的旅客，所以只要你不满足这个条件，那么对于你来说，一切都是跟正常一样的。全副武装模式。OK， 顺利入境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看一下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少人的香港机场。好了，我现在去打 taxi 去深圳湾。对，顺利到了深圳湾，现在去入境，看看人应该非常少。那么口岸大楼里面是不允许拍照的。其实整个入境流程跟平时没有什么不同，只不过现在使用电子护照的自助通道是没有开放。边检人员呢会特意的问一下你从哪儿回来，什么时候出去的等等。最后就是飞机上给我发的这张健康申报表其实已经是过期的版本，所以我只好在现场用微信扫码重新申报了一次。除此之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，但是我必须说一点，该申报的如实申报，该隔离的配合隔离，不要像自由懒散的欧洲人一样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对近期需要回国的朋友有所帮助，谢谢。